欢迎收听《生命的光》。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，AI 跟我们的职场，特别是如果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这个管家的角色该怎么扮演呢？我们参考了一些资料，特别有一篇谈到职场中的人工智慧，就是讲怎么样用圣经的智慧去看待这个风险，还有实践管家职分。对，我们来深入聊聊这个哦。这个题目，真的很及时，现在很多讨论嘛。不少资料，像《经济学人》也有提到 ，AI 用在管理上看起来好像很棒，效率很高，但是，里面其实藏了几个风险，可能需要注意一下。主要大概是3个，一个是说可能会造成过度激进的成本小件。第二个是它可能会催生一些扭曲的行为。扭曲行为。对，然后第3个就是它可能会让我们转移了注意力，没看到公司里头更深层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风险，过度激进的成本小件。这个听起来不只是效率问题而已，好像更关系到我们怎么看人这件事。没错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。圣经啊，《创世纪》不是说吗？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内在的价值，这个价值是超越生产力啊、KPI 这些数字的。对，所以如果只是为了省钱降成本，就把员工牺牲掉，那其实就是贬低了人的尊严。资料里面提到那个旧约的约瑟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约瑟，对，他管理埃及的资源，你看，他不只让国家有效率，他也顾到人民的福祉，对不对？是。这就提醒我们，真正的管家应该是用科技来服务人，帮助人 flourishing， 而不是把人变成一个数字，一个可以随便换掉的成本。我懂了。那第二个风险，这个催生扭曲行为，是不是说 AI 太强调那些看得到的、可以量化的东西，结果反而牺牲掉一些看不见但很重要的，像是真心的关怀？正是这个意思。AI 很会处理数据，这没问题。但是你说那个同理心啊，同事心里真正的难处啊，这些 AI 没法聊。对，它亮不出来。就像撒母耳记上说的，上帝看大卫是看内心，不是看外表。如果主管用 AI 来躲掉那些很难谈的话，或者只看报表，忽略了人情怜悯，那跟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只看规条，却忘了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是不是有点像？好像真的有点那个味道。对嘛？所以科技应该是来帮忙补充我们建立关系，而不是取代它。你想想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保罗那种跟弟兄姊妹的关系，那种个人的连结、生命的影响，那个是演算法绝对做不到的。这点很重要。好，那接着就是第3个风险，转移对深层问题的关注。您的意思是说 AI 可能太亮眼了，结果让我们反而忽略了组织里面真正该处理的更根本的问题。的确有这个可能哦。比如说，一个团队真正需要的可能是更好的训练，或者更公平的升迁管道，甚至是大家找不到工作的意义跟目标。那 AI 可能解决了一些表面的效率问题，但这些根源它碰不到，甚至可能把它盖住了。这倒是。马太福音那个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，不是提醒我们吗？ AI 就像一个才干，我们得负责任地、有智慧力把它跟对人的投资结合起来。领导者不只是个监督的，更像是彼得前书说的牧者。对，用牧养，要懂得用科技去强化那个关怀、引导、装备人的能力。就像尼希米那样，他也是用当时能用的方法去巩固大家工作的那个属灵和情感基础，而不是反而削弱了它。讲听起来重点还是回归到人，还有我们怎么有智慧地去用这个工具。那综合这些资料来看，基督徒主管在实际工作上有哪些核心原则可以抓住呢？大概可以归纳出3个重点哈。第一个就是要把科技当作是我们管家职分下的一个工具，它不是主人。我们要像所罗门那样祈求智慧，确保 AI 是服务人的尊严，而不是反过来。视科技为工具，而非主人。对。第二个，要有意识地优先投资在关系上。
人跟人之间真实的连结，那个温度 AI 没办法取代，这需要花时间、花心力。关系优先。是。第三个就是把我们的领导力根基放在我们的职分呼召上。要记得，我们不只是个追求效率的经理，我们更是个牧者，这是我们的呼召。了解。好，今天我们为各位深入分析了这些关于 AI 和职场的观点，特别从圣经的智慧来看，重点就是 AI 是个工具，本身没有好坏，但挑战在于我们使用者是不是能用一个好管家的心态，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永远把人的价值、真实的关系摆在前面，负责任地用科技来荣耀上帝，也造福我们身边的人。没错。那最后也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回去思考一下，在您的工作或者您的生活里，您要怎么样有意识地去检查、去确保您正在用的科技，不管是 AI 还是其他的工具，是真的在帮助、在滋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福祉，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反而侵蚀了他们呢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